金光灿灿。这都是流血，这得亮瞎你的眼。沉淀了2000多年的泉水清澈见底。金子出来了。只有在史书上看过的墨书文字墓。哇天！6、7、8，你太漂亮了！寒气逼人的宝剑，哇！难得一见的玉温明。哎呦，这老虎！万万没想到，一次意外的种菜开荒，竟然挖到皇宫遗失多年的九龙玉质。要知道，北京作为4大古都之一，皇后将相的出土也是十分正常。但这座古墓从外形来看，简直就是太一般，根本不是富贵人家的墓葬。但古墓出土的文物来看，又有太多蹊跷之處。那麼墓主人到底是誰？为何平民的墓葬内会出現皇宮稀世珍宝九龙玉质的出土？但当专家找到墓志铭后，才猛然醒悟，墓主人原来是这麼可恥，簡直太沒人性。那我們就一起看看墓主人是如何得到九龍玉質的，他的卑劣行徑是多麼令後人唾棄。北京豐台區右安門的一位老農民，在挖着自己家裡的菜窖的情況下，居然挖出了一道用青磚修建的牆。這位老農民嚇了一跳，心想自己是不是挖着古墓了。於是在捉摸不定的情況下，老農民立馬將挖到古墓的事情上報給當地文物局。在得知情況後，考古隊立馬來到了現場。但是讓專家們感到大為不解的是，明明是一座平民的墓葬，為什麼卻可以在挖掘後發現許許多多的金銀珠寶？於是隨着調查的繼續，專家們挖掘結束後，搞清楚了墓主人身份之後，直呼晦氣。那麼這個墓主人又是哪位大羅金仙，可以在讓考古隊發現數量不少而且制作精美的陪葬品的情況下，卻對墓主人表現出實實在在的厭惡之情呢？事情還得從1957年說起。這位老農民在挖到古墓之後，根據考古人員在現場的初步調查來看，從墓葬的形制來看，這應該是一座明朝時期的墓葬。最初，考古專家們認為，這座墓葬雖然位於古代的北京城裡面，但是從形制來看，似乎就是一座簡簡單單的平民墓葬，應該出土不了貴重的隨葬品。不過，雖然心裡面是這樣的想法，但是按照相關的工作程序，考古隊還是立馬針對這座墓葬進行了相關的搶救性發掘。這座墓葬從修建的手法來看，是夯土和青石相結合的手法。不過這種墓葬一般也和皇親國戚沒什麼關係。好在雖然墓葬是簡陋了一點，但是在歷史上，從考古隊現場調查情況來看，似乎也沒有經過盜墓賊的盜掘，因此先期的考古工作還是進行的比較順利。抱着這種念頭，考古隊打開了墓主人的棺椁。在打開棺椁後，考古隊也是立馬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得倒吸一口冷氣。只見這一座墓葬，雖然在外表的形式來看，的確簡陋的不行，但是在打開內部之後，棺材內的金光閃閃，也是立馬讓所有人感到驚魂未定和無比震撼。棺材內部的金光閃閃與外界普通不過的反差，外面簡陋的墓室立馬形成了極大的對比。於是在現場的考古隊立馬改變了之前的工作態度，對着這滿墓室的寶貝開始小心翼翼。在將棺椁裡面的寶貝給取出來之後，考古隊似乎發現這些金銀珠寶上面有着墓主人身份信息的介紹。於是在解讀之後，考古隊立馬感到震驚。這些金銀珠寶可以說是大有來頭。首先就是一隻金酒壺，上面還有大量的紅藍寶石，並且還有龍紋。除了在用料上的考究之外，這把酒壺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在酒壺上面刻着李白醉酒的圖案，並且李白的人物形象還相當的逼真，甚至李白的鬚髮都可以根根數得清。這些制作巧妙的金器，在後來的清點統計來看，一共超過了10公斤。別說是一個所謂平民的墓葬，這等手藝的金器和數量，放在任何墓葬裡面都是相當炸裂的存在。而這些金器還不是最讓人震驚的，
隨着清理的推進，墓葬裡面出現的一只玉碑，其工藝更讓人交口稱讚。只見這只玉碑是由一大塊完整的和田玉制作而成，別說相關的雕刻制作工藝，就單論這一件杯子的制作用料，就是一件妥妥的无價之寶。而再看相關的制作工藝，玉杯上面的2個把手是吃的形狀，匠人在雕刻的時候還制作成趴在口沿，馬上要飲酒的樣子。而從相關的形制来看，無論是這些文物的貴重性，還是其制作的巧夺天工，任憑在对文物不感冒的人来看，都看得出這些宝物的来头不小，是皇权的象徵。但是相較於整座墓葬的珠光寶氣，為什麼墓坑卻是如此的簡陋不堪？最先，考古隊認為這是不是什麼大盜的墓葬，將黑來的寶物帶着一塊下葬了。於是為了查清楚這個問題，考古隊立馬又在墓室裡面開始了一次翻箱倒櫃，希望可以用直接有力的證明這位墓主人的根本身份。可喜的是，這座墓葬在下葬之後，因為外界的干擾和破壞不存在，所以在沒花什麼力氣的情況下，考古隊也發現了墓主人的墓志銘。當然，在發現墓志銘後，墓主人的身份還是比較讓考古队震驚的。只見墓志銘上面寫着万貴的名字，翻閱史料後，這裡面還有一段傳奇愛情故事。明朝時期，著名的宮廷愛情，相差18年的姐弟戀在明宪宗和萬珍兒之間展開。由此，萬貴妃的名头為萬貴送來了一樁潑天富貴，這一些皇家的金銀器，也是這個事情才來到萬貴的身邊。但是在明宪宗去世後，自己的兒子明孝宗立馬對萬家人以及在內的明宪宗親信進行了逐個清算。於是作為原本還是皇帝丈人的萬貴，這時候變得什麼都不是。雖然成為了平民的身份，但是之前皇帝女婿送來的這一些金銀珠寶卻還是留給了萬貴。在去世之後，萬貴也讓這些金银珠寶隨着自己一塊來到了自己的墓葬裡面。但是這個時候，原本靠着万貴妃作威作福的萬貴，不可以在墓穴的葬制上再大興土木了，所以自己的身後事也只能按照一般百姓來料理。那麼你認為作為皇帝老二的老丈人，應該如何下葬呢？